小姐，您这是？古墓煞气汇聚，而我一睡便是100年，再醒时，当天第一个见我真容者，会被瞬间夺去100年生机。啊，多谢小姐提醒。都这把年纪，便别再跪了。上次见你还是20年吧，在睁眼你竟如此老了，你又何必亲自苦守古墓100年，只为等我醒来？能在游进洞窟之前让小姐见一面，是老奴的荣幸。也罢，你有心了。小姐，我……那就再陪我100年吧。多谢小姐赐寿。杨、朱、孙魏4家后人何在？小姐，100年前是您出手庇护这4族渡过难关，他们承诺会将最优秀的后人送来给您当仆人，以还救命之恩。可我至今没有等到他们的后人。如今100年已过，再不兑现承诺，他们4家怕是要大难临头。唉，那4家不知内情，恐怕还以为小姐只是想要人伺候呢。他们不敢回我的愿，应该另有隐情。随我去一趟杨家吧。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100年前，杨惊鸿曾承诺小姐会将族中最优秀的后辈送往南山为奴。现如今时间已到，小姐将前来杨家收回承诺。杨家需大开府门，身穿黑衣，齐跪大堂，于今日正午迎小姐进府。父亲，您用续命药吊着一口气，10年饱受病痛，一直不肯离世。今天上午您的一口气终于咽下，活了120岁也算喜丧。您好走，老太爷走好。家主，什么事？刚刚我在门口守灵，这封信突然就插在了门上。信上说，100年前老太爷答应过，会将杨家最优秀的后人送去南山，给一位小姐为奴。今天正午，他会前来杨家收回承诺。多年前爷爷确实说过，我是他最优秀的后辈。也罢，是我杨家没这个福气。爷爷，我虽身患隐疾，但并不妨碍为奴为仆。感觉去当奴仆只是爷爷的说辞。他其实是想让我去给一个年过近100的老婆婆做男宠。放肆！子义是我们最优秀的儿子，怎么可能给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女人做奴仆？更何况……不可妄议！爸生前并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，更没有提过要将子义送……等等，你说要将子义送去哪儿？南山。南山！老太爷还没有卧病前，每年的7月7号都会携带重礼去一趟南山。莫非那位神通广大的小姐就住在南山？能让爸如此重视的人，只能是她。什么小姐？竟然能受得起老太爷的重礼？我曾听老太爷说，我们杨朱孙魏4家能昌盛100年，成为中部令人敬仰的顶流世家，就是因为身后有一位小姐庇护。不错，父亲生前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再见那位小姐一面。如今她已离世，我也不确定送子义为奴的承诺是真是假。老爷子最疼爱的就是子义，怎么舍得让他给人端茶倒水？我看那个人就是骗子，把他赶走就是。既然是以小姐的名号来的，是真是假都不可拒之门外。已经正午了，速速去开府门。一个还不知真假的货色，值得你这么维护？而且子义怎么能给一个女人当奴？杨长风最近对我格外冷淡，莫非真的在外面养了女人？老爷子一死了就该分家产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你非要把一个女人接进杨家，是想干什么？啊！
啊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若想借，杨家对我来说不过是无人之境。这么年轻，穿的还这么金贵，这哪像是从山里来的，倒像是城里娇养的金丝雀。什么小姐？我看是你养在外面的情妇。如果爷爷口中的小姐长成这样，让我去做个男宠也不是。呸呸呸！我在想什么啊？好冷，好端端的我怎么跪下了？初入杨家如无人之境，跟他对视，我竟有一种心悸的恐惧感。莫非他真是爸口中那位神通广大、活了不知多少年岁的小姐？长风对老爷子孝顺，是不是情妇？试一试就确定。长风，你看他半点规矩教养都没有。他一个客人，怎么连根香都不点就坐下了？哼，让小姐给他点香，你们杨家受得起？啊！连根香都舍不得让这个贱人点，难怪你这么维护他，原来是想借着小姐的名义借你的情妇入门。爸年轻时确实认过一位小姐为主，但这100年来，那位小姐销声匿迹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老爷子的书房里藏有一幅画像，上面画着小姐的容貌。她若不是小姐，不知道受不受得起冒充的后果。杨惊鸿就是这么教你和我说话的？我只是需要确定你的身份，去将书房的画像取来。是。何必这么麻烦？唤醒他一问便是。我一睡便是100年，你何苦强行续命10年？吊一口气只为见我，也罢，便让你再见我一面。慢着！我家老太爷生前被折磨数年不肯咽气，如今寿终正寝，也算喜丧。在没有见到画像确定你身份之前，我不能让你惊扰他老人家。还在这装，想借着小姐的名义把这个情妇光明正大的接进门供着，你做梦！我画像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各位族老，你们是不是忘了一件事？你说你是老太爷的主人，可我记得那位小姐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你从进门到现在都用面纱遮着脸，你是冒充的吧？放肆！小姐行事，岂容尔等妄议？还在这演上了？大白天蒙个面纱，不是冒充就是毁容。诸位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，她都不会是小姐。如果小姐真被毁了容，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从男宠升级为正宫？好疼，脸怎么突然火辣辣的痛？家主，夫人说的没错，小姐有能令万兽朝拜、万物俯首之能，绝不可能会被毁容。你胆敢骗我！真是气煞我了！杨老头怎么教出你们这种不长脑子的后代？当着他的面对小姐出言不逊，也不怕他死难瞑目。我看你们是死到临头还在装，可惜今天有画像在，你这情妇休想全身而退。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戴个破面纱遮住脸干什么？我就说你早不来晚不来，怎么偏偏老爷子一死你就来？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丝雀，想飞进豪门当凤凰就算了，还想骗我儿子给他当奴隶。你看看，你怎么了？不用你假好心，杨长风，我们都已经确定了她不是小姐，你还不让她赶紧滚出杨家吗？家主、夫人，画像取来了，快拿给我！这画像里面就是小姐的真容，你的身份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
家主，画像上的小姐身形跟她确实有几分相似，气质跟穿着也有几分像，就是她脸上戴着面纱，看不到脸，不能确定是不是小姐。看不到脸怎么确定？画像已经送来了，你也是时候把脸上的面纱摘下来，让我们确定身份了。不能。哼哼，面纱今日不能摘。一条狗腿子也敢拦我！你这么紧张阻拦我，是怕我戳破这女人的真面目，被我杨家乱棍打死吧？无知小辈，小姐在古墓沉睡100年，醒来当日容颜聚集煞气，你有这个命承受目睹天颜的后果吗？你们俩一唱一和吓唬谁呢？这面纱我今天摘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有多见不得！不知所谓，跪下，张嘴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杨家与我主仆一场，你现在悔过，我可以破例饶你不死。还破例饶我？还有这种吓唬人的下作？你别再闹了！我闹？我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把他接进杨家？我偏要摘下这条面纱，看看什么样的脸是我不能直视的。哼！既然你自寻苦果，那我便成全你。过来，我允许你摘。我死后，若有贵人前来杨府，切记重礼相待，还有千万不要……父亲，妈，不要摘，她恐怕真的是小姐。装神弄鬼！今天子怡说的没错，你快收手，不要意气用事。你还把我当傻子骗，把我这个当家祖母往地上踩！杨长风，你对得起我吗？我就让你知道，在我这个正妻面前耍小聪明的下场。妈，不要摘！各位，面纱我已经摘了，可没出现什么我承受不起的后果。来人，把这个给杨长风当小三的贱人，给我乱棍打！巧合罢了。你们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万寿朝！一模一样，你真的是小姐？她真的是小姐？满口污秽，竟然还敢把小姐误会成……你们可真是老杨的好儿孙。准备做的挺足的，现在化妆整容的骗子多了去了，你们还真信？你快给我闭嘴！都这时候了，还在护着他。面纱我也摘了，后果跟报应我是一个都没看到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还有10秒。妈，她长得跟小姐一模一样，你快别说了。我都说了，她根本不是小姐。10秒是吧？各位都看清楚了，我就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连一根头发丝都没少，别说10秒了，就是再过10年我都能。你的脸，我的脸怎么了？我的脸，这是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眼睛！老夫人！妈，你怎么样？医师，快来看看！10秒，整整10秒，这不可能是巧合，她真的是小姐。我妈的眼睛怎么样？玻璃碎片刺穿眼球，夫人这双眼睛肯定是保不住了。什么？我已经尽力了。不可能，你胡说！我的眼睛怎么会保不住？子夜，我们去医院，医院肯定能治好我的。你恐怕没那个命去医院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仅剩的4分钟寿命，还是用来交代遗言为好。 4分钟什么意思？
无知小辈，我早就劝过你，有些脱离世道的东西不是你有命碰的。现在双目刺瞎的后果是你应受的。接下来的每1分钟，你都将丧失10年寿命，能活4分钟都算你长寿了。不可能，她根本就不是小姐，就是一个被养在外面的情。总之，1分钟丧失10年寿命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！就想让我相信你的鬼话？还敢满口污秽！我跟你个死人说这么多做什么？摸摸你脸上的老人斑，早点交代遗言吧。老年斑。医师他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夫人，你脸上这些黑斑确实像老年斑，而且你的五脏在飞速衰减，恐怕活不过3分钟了。什么？可我就摘个面纱，我又不是故意的。蠢货！不然你以为她是谁？若她不是庇护杨家百年兴旺的灵饶小姐，我又怎会如此谨慎？你自寻死路，我要拖上整个杨家！蠢妇无知冒犯了小姐，请小姐责罚！请小姐责罚！谁种的因，谁去成果，这点道理还需要我来教你吗？小姐恕罪，你自己造的孽，没人能救得了你。灵饶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你是杨家的小姐，我还以为我要是知道，我肯定不能摘你面纱的。我不想死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救救我！你知道错了吗？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说那些冒犯你的话，我该死，求你宽容大度，原谅我一次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只是怕死了。沉舟可捕，覆水难收，我给过你机会。所以你是铁了心要我的命是吧？种因得果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可说到底，我不过是摘了一条面纱而已。蛇天眼不可直视，看一眼又掉不了肉，凭什么给我判死刑？我被刺瞎双眼还不够吗？就一定要不依不饶，可是死一的亲生母亲就不怕？你疯了！让他说。灵饶小姐，你今天要是不救我，休想收我儿子，认你为主！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从生下来就被你爷爷眼睁睁的看着你母亲丧命吗？子怡，现在你就告诉林小姐，如果她敢不救我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认她。你错了。什么错了？送你儿子给小姐为奴这事儿，还是当年老杨跪在地上3跪9叩求来的。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，比起老身当年差远了。我是灵饶小姐逼着要收，这个机会是老爷子求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又弄错了啊！妈，灵饶小姐，我现在同意让子怡认你为主，求你看在跟老爷子主仆一场的份上，救救我！这是你自己种下的因果，我是渡不了你。我求你救我啊！妈，我求你救我啊！妈，我跟爸都说了，她很有可能就是小姐，你为什么偏要疑神疑鬼，自寻死路？冒犯小姐，得此下场是她自作自受。以后杨家的族谱再无杨夫人，将她抬下去。灵饶小姐，我能不能……杨家走训，全族上下一切都要以小姐为主，这一切都是你妈自作自受。我该求的事不要求。可我还想问一下，我妈给我存的那批古董藏在哪儿啊？是杨家眼拙，没能第一眼就认出小姐，还让无知的蠢妇出言冒犯。杨家长风向小姐请罪。杨氏一族向小姐请罪。培养出你们这群愚昧的后代，是杨惊鸿的福气。小姐，杨老头体内的器官早已衰竭，本该死在10年前，像是用药物强行吊了10年的命。他强行续命10年，莫不是有什么遗言未了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小姐身边的一个奴仆都有这种眼力吗？是有，那便换他一问吧。不是幻觉，
就是他评估变出来的。杨子怡，过来。杨金虎，回来吧。杨金虎，回来吧。爷爷，你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爷爷竟然醒了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就这，我还误会爷爷想让我当男仆，我真是该死啊！这就是庇护杨柱孙卫四族的人吗？我的天！您是张先生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是20岁的模样？南山古墓，幸得小姐为我赐寿100年。赐寿？是小姐回来了。我终于熬到这一天了。家主，灵饶小姐真的把老太爷给救回来了，天下竟然有如此可怕的存在呀！爷爷，子义，你认好了，这就是庇护我们中部4族的主人，快跪好！一别100年，我以为再也没有机会见上小姐一面，我用续命药苦熬10年，只为等到这一刻。老奴有天大的苦楚要诉啊！起来吧，100年前，我点杨家为4族之首，说吧，你们4族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小姐，是魏家叛变了。那魏家养子诡计多端，从我手里骗走龙鳞扇，将宝山占为己有了。鳞扇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爸曾说此扇是金龙鳞片所制，一扇保一人顺风顺水，2扇助一家逆风翻盘，3扇扶一族逆天改命。小姐竟有如此奇物！我们扬州孙魏4族所得小姐庇护，成为中部顶流世家，可魏家贪心不足。说魏霆锋病气缠身，要借龙鳞扇用3天，可3天后我去魏家要龙鳞扇，魏家非但不将扇子归还于我，甚至还想杀我灭口。你下了毒，为什么？哎，龙鳞扇既然给了我，那就是把这个老不死的送回杨家，让杨家好好安葬吧。要不是小姐沉睡前给了老奴一颗保命丹，我怕是早在10年前就已命丧魏家了。小姐，魏家夺走龙鳞扇，杀我灭口不成，最后还倒打一耙污蔑我。现在孙家和朱家都以为是我背叛了小姐。魏家养子竟敢抢小姐的东西，他活腻了不成？他没见过小姐，自然以为小姐只是徒有虚名。当年我将龙鳞扇留给你，你是怎么答应我的？此龙鳞扇是一位故人送予我的，100年后我需要靠它与故人相认，对我尤其关键，切不可丢失。杨金红，定谨记于心。是老奴辜负了小姐的嘱托，我没脸再面对你。但子义心性纯良，是我杨家最优秀的后人。若是小姐不嫌弃，以后便由他来伺候你。4族不同心，便再难昌盛。以前的承诺便作罢吧。这一次，我只会在你们几族当中挑选1人跟随于我。小姐这次出事，是打算扶持一族了吗？他这是没看上我，当奴仆都看不上我，不当就不当，说的跟谁稀罕似的。小姐，魏定峰明知您神机妙算，他怎么会蠢到去抢龙鳞扇啊？喊过来一问便知道，魏霆锋、朱正英、孙无畏素来杨家见我。什么？今天杨家门口挂了白灯？我最近没怎么关注杨家，
快让人去查杨家现在的情况。朱正英，速来杨家见我。是小姐回来了。啊！相隔100年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杨惊鸿那个该死的叛徒，竟敢私吞小姐的龙鳞扇。如今小姐归来，看他还……差着锅了还用你啊！快去给我换套正服，随我去杨家，准备去伺候小姐。你又疯了！我堂堂中部朱家少爷，你唯一的宝贝孙子，你让我去伺候人？你可别忽悠我，说什么灵儿小姐掌控生死，无所不能，我可不信。小兔崽子，朱家能有今天这样的地位，全靠灵儿小姐庇护。能给她当奴仆，还是我当年哭着跪着求来的机会。你给我！爷爷，你就是年纪大了，被骗子忽悠了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无所不能的人？你去不去？别撒，我去。去就去，还长生死，看小爷我怎么拆穿你！孙潇今天就是死在这里，我也绝对不可能去给一个老太婆当奴仆。爷爷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再敢追小姐不敬，我就扒了你的皮！小二啊，爷爷答应你就1天，你就跟着灵娆小姐1天。若你还是不愿意，爷爷就不再逼你。你说的，就1天。忙完1天，我就回来当我的大少爷，我是绝对不会向老骗子屈服的。等小姐回来，她会替我跟爷爷报仇的。都被我关了10年了，嘴还是这么硬，还小姐，死到临头还敢吓唬我？我被魏家收养这么多年，可从未见过这么能耐通天的小姐。是我错了，30年前一次心软，竟然给魏家带回来一个祸害。当年奄奄一息，求着让我收留的孩子，最终还是长出了獠牙。怪我对杨子不设防，被他偷听到了龙鳞扇的神处，不仅害惨了杨家，还害得龙鳞扇被这杨子骗走。小姐，我有罪，我愧对于您啊。当年我爷爷看你可怜，收留了你，没想到带回了一个祸害。你不仅将魏家据为己有，还骗走小姐的龙鳞扇，小姐不会放过你的。魏凤，收手吧！你现在将龙鳞扇送回杨家，放了我跟恒儿还来得及。否则，等小姐……老东西，别用什么狗屁小姐来吓唬我。要是真有这么一个人，早就来救你们了。怎么可能？果然是我太期待小姐回来了，都出现幻觉了。说，龙鳞扇到底是怎么用的？你费了这么大的心机，骗到了龙鳞扇，连怎么用的都不知道吗？你以为你骗走了龙鳞扇，就能逆天改命，成为人上之人吗？你真可悲！现在整个魏家都是我的，谁敢说我不是人上人？等我得到了龙鳞扇的用法，整个中部都是我的。爷爷。还不说是吧？那就别怪我再打断你孙子一条腿了！我倒要看看你们2个的嘴能有多硬！魏霆锋，速来杨家见我。什么声音？是谁在说话？清风送铃声，是小姐，是小姐在唤我。时隔多年，我终于等到小姐回来了。老东西，少在那给我装神弄鬼！你跟你孙子都被我囚禁10年了，现在整个魏家都听我的。这么多年过去，就算那什么狗屁小姐还活着，还有能奈我何？你对小姐的能耐一无所知。哼，你这个恩将仇报的畜生，等着吧！小姐回来了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那我就等着看他能拿我怎样。来人，那什么小姐在杨家是吧？你写封信送去杨家，就说龙鳞扇在我手里，我魏峰就在魏家等着，看他敢不敢来取。是，我这就去办。你们2个不是心心念念盼着小姐来救你们吗？我给她一个来送死的机会。为了龙鳞扇的用法，我跟你们也耗了10年，
既然你们宁死不肯说，那我就问问那个被叫小姐的老女人，要是她也不说，那你们就一起死吧。我们再坚持坚持，小姐她就要来救我们了。是爷爷对不起你，识人不清，让你受了10年的折辱。爷爷，我没事，小姐快要来了。小恒，我们就快要熬过去了。一群蠢货！我死前是怎么交代你们的？见你说，但凡登门的贵客，必重礼相待。结果你却让那个蠢妇冒犯了小姐。妈已经自食恶果了。爷爷，你就还有你，小姐已经给朱家跟孙家传了音，他们2家马上就会带着孙子登门。你给我长点眼色，这个奴仆的资格必须是我们杨家的。爷爷，灵饶小姐明显瞧不上我，我又何必热脸贴？多少达官贵族磕破头都见不到小姐一面，滚！快滚去伺候小姐休息。你要是当不上小姐的奴仆，我们就断绝爷孙关系。这不是老孙吗？呵呵，听说你这孙子成天游手好闲，不干正事儿，送他来伺候小姐，不好吧？那也比不过你家朱少爷去公司上任第1天裁员裁到大动脉，导致朱氏集团的股份暴跌5%吧？送这么个祸害给小姐，你不厚道啊！我孙子刚正不阿，小姐肯定喜欢。我孙子脑子灵活，小姐才会喜欢。那就走着瞧。我就是来走个过程的，忍1天我就走。说的谁不是一样？这个奴仆谁爱当谁当，小爷当不了一点儿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杨家最优秀的后辈，他都瞧不上我，我为什么要卑微伺候他？我不要面子的吗？杨金红，回来吧。啊！可他好像真的有点东西啊，要不我还是去吧。可万一他嫌弃我不收怎么办？少爷，孙家跟朱家登门了，说要见小姐。这么快？来的人是谁？孙少爷跟朱少爷都来了，老太爷叫你赶紧下去一趟。都来了，肯定是来跟我抢小姐的。穿这么正式，头发都做了。小姐瞧不上我归瞧不上我，但你们怎么能使这种龌龊的手段跟我抢？不行，我也得去换套衣服。杨金红，你这个叛徒，你竟然还活着！你将龙鳞扇占为己有，装病不见客，小姐竟然没收了你。杨家门口挂白灯，我还以为你死透了呢。这么说，是魏家骗走了龙鳞扇，我们冤枉你了。什么？你都死了，又被小姐救活了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当时说的神乎其神的，还把破扇子当个宝。你爷爷平时挺睿智的，怎么也相信这种一听就假的骗术？还一睡100年，弹指间天地变色，也就他们蠢到信以为真。等会儿一见到那什么小姐，我就摊牌，我是不可能给她当奴仆的。让我来伺候一个活了100岁还没死的老婆子，我爷爷真是老糊涂了。肯定是那老婆子来了。这不能吧？这是那老婆婆的后人。要是先成这样，好像当1天奴仆也不是不行，我堂堂朱家少爷，怎么能有这种危险的想法？看着就20岁的年纪，肯定是那老婆子的孙女。等会儿那老婆子来了，我们俩再弹指100年，我们终于等到你了，小姐，您回来了。都100岁的人了，便别行此大礼了。爷爷，你是老糊涂了吗？你都100来岁的人了，怎么能向他一个晚辈行礼？爷爷，你真是老眼昏花了，年龄差距这么大都能认错，快把！哎呀，什么老眼昏花？你要是没慧眼，能把她认成小姐吗？这位姑娘，你奶奶在哪儿？把她喊出来，我有话跟她说。什么奶奶？她就是我们中部4族的主人，灵饶小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可爷爷，
他看起来才20出头。那你觉得你们4族的掌权人为什么活到100岁有余，还仍然是50、60岁的状态？灵儿，小姐的能耐不是我们能想象的，你记住了，我们朱家有如今的地位，全仰仗她。难道爷爷以前跟我说的话，并不是夸大其谈，而是真的？哎，现在怎么办？还当吗？我爷爷看着年轻，那全是保养的好。可你看他呢？你真的相信有人活了100年还这副模样？这肯定是爷爷为了让我们服从编造的说辞，我才不会被他忽悠。等着，我这就跟他摊牌。哼。灵扰小姐，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，让我爷爷觉得你能耐非凡，但我今天很严肃的通知你，我朱林就是打死都不可能。小姐，老太爷，魏霆锋那边送了封信过来。你就是那老不死认的狗屁小姐是吧？龙鳞扇就是我拿的，魏霆锋跟他孙子被我折磨了10年，一直在等你来救他们呢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来了。多久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了？我就说姓魏的怎么敢亏欠小姐的东西？原来是魏家出了一个狼子野心、无知愚蠢的养子。啊！当年被魏霆锋收养的养子叛变了，难怪这10年我从未见过魏霆锋，原来另有隐情。区区养子也敢亏欠龙鳞扇！小姐，您这次出事，身边也缺个手脚利索的后辈，就让我孙子陪您一起去魏家吧。爷爷，我还没有。小姐，我孙子脑子灵活，让他陪您去比较适合。你孙子不学无术，我孙子才合适。你孙子粗心大意，我孙子才更合适。我孙子，我孙子，这个人呢？没看到这2家为了在小姐面前多露面，都要干起来了吗？我家孙子纯良周正才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你弄丢了小姐的龙鳞扇，最不配的就是你，你滚！小姐都没说话，轮得到你喊？我孙子最配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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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配！爷爷，你别争了，我都说了我……啊！我去！好了，你先来说，你刚才是想通知我什么？那什么，我是觉得魏家太不是东西了。你刚刚在门口不是说好的要……小姐，我觉得还是我陪您去比较好。龙鳞扇是杨家弄丢的。小姐，我觉得我有义务跟您一起去要回来。当年好不容易把这4个不要脸的老东西赶走，现在又来了3个不要脸的小崽子。那就都跟上来吧。刚刚不知道是谁说打死也不会给小姐当奴仆，现在贴上去脸不疼吗？刚刚你还说要跟小姐摊牌呢，怎么看到小姐能力不凡，又要舔着脸留下来了？你要脸，你有种就别！咱们3个确定要内斗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家主，信已经送到杨家了。下面的人说没看到过有年过100岁的老太婆出门，应该是不会来救人了。哼！我还以为你心心念念的小姐多有能耐，原来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缩头废物。你不是盼着她来救你吗？她敢来吗？老东西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将龙鳞扇的用处说出来。无耻小人，也配觊觎小姐的龙鳞扇？我配不上扇子现在已在我手里，那封信我都送到他手里了，也没见他来魏家救你啊！告诉我，
龙鳞扇究竟是怎么打开的？说！你不配！我是魏家的掌权人，是中部4族之一的家主。我已经不是那个寄人篱下的养子了，我凭什么不配？凭什么？龙鳞扇是小姐借给杨家的东西，爷爷又不是杨家的当事人，他怎么可能知道龙鳞扇的用法？到了现在，还敢诓我！你们4族都是一条心，你哈能不知道？当年这老不死的逼着我，跟你在书房说的话，我都听得清清楚楚。韩儿，你记住了，小姐借给杨家的龙鳞扇，一扇保一人顺风顺水，2扇能助一家逆风翻盘，3扇能扶一族逆天改命。爷爷，我记住了。你们魏家100年前就是一个低贱的马奴，却能一跃成为顶流世家，就是靠的龙鳞扇。这些都是谣言！谣言？死到临头还嘴硬不说是吧？那你跟你爷爷也没什么价值了。最后3名再不是，就别怪我送你们爷俩上路了。3、2、1。想知道龙鳞扇的用法，何不来问我这个主神？